大家好，我是币圈大马哥。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在2024年整年都超级火的一个板块 RWA， 也就是 Real World Asset 现实世界资产。那如果你去年有关注到这个板块，可能你已经听说过 Ondo 这个项目了。它算是 RWA 领域最早起飞的一批，涨幅非常的猛。那如果你当时就上车了，那就要恭喜你赚了一波。但如果你当时还没来得及跟上这波趋势的话呢，也不要太着急，自己错过了什么。因为呢，就在近期而已，美国一直在玩弄经济，他们直接把全世界金融市场给搞崩了。所以这一次的暴跌，我相信就是我们千载难逢加长的机会了。除此之外，整个 RWA 的叙事才刚刚开始，真正的机会还在前面。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呢，我将会特别分享4个 RWA 的项目，我也在寻找这市场上最有潜力的 RWA 项目。那由于近期市场大暴跌，现在入场将会得到非常好的回报。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寻找机会，提前布局下一轮牛市中的 RWA 板块，记得留意了，因为根据目前的预测，到2030年这个赛道有可能成长一个30万亿美元的市场。那么如果你是马来西亚的用户，想要使用 Bybit 的交易所的话呢，我这里有一个方法。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手机的版本。那 iPhone user 的话呢，我是使用 Quark VPN， 完全免费的，只是需要等待广告而已。那 Android 的话，相信你在 Play Store 打上 VPN， 会有很多免费的 VPN 让你下载。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开所有被禁止的 IP， 尽量避免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是美国这一些。大家可以使用日本、台湾或者其他支持 Bybit 的地区 IP。如果 Quark VPN 一开始你连接不到你要的国家的话呢，你可以一直 on off 直到你连接到你的国家为止。那么电脑版本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到 Google Extension 这边下载 VPN。那我个人呢是使用这个 VEEPN。那这个 VPN 呢是免费的，可以选择很多国家的一款 VPN。那现在呢是还没有打开任何的 VPN， 现在我们尝试一下把 VPN 给打开，我选择是在法国的 VPN。那打开之后呢，我们刷新一下。那一旦刷新之后呢， Bybit 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那一旦登录之后呢，你是可以把你的 VPN 给关掉的，在使用的期间是不需要打开任何的 VPN， 也就是说只要你成功登录之后，就不需要再一直使用 VPN。如果你的账户自动 log out， 你再重复一样的操作就 OK 了。那 Bybit 的 App 的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下载之后点击我的链接注册，或者是在 Bybit 的 App 或者是网站点击注册之后，在 Bybit 的 Referral Code 输入23814，这样就 OK 了。那新人可以获得免费的40 USDT， 20 USDT 是体验金， 20 USDT 是现货。你只是需要 deposit 100美金就可以获得这个优惠了。那首先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项目就是 Clearpool， 代币代码是 CPOOL。那这个项目其实在 RWA 领域里已经悄悄搞了不少的大动作，它主要打的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信用市场。那现在我来解释一下，那 Clearpool 跟传统的 DeFi 借贷协议不太一样，它的核心是专注于机构的无抵押借贷。简单的来说，就是让一些机构在没有质押大量的资产的前提下，也能参与借贷。这在传统金融里其实是常规的操作，但是在区块链的世界里，还没有很多人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呢，你可以把 Clearpool 当作是把传统金融的信用系统直接带到链上。他们现在还推出了自己的新链，叫做 Ocean。这条链呢是专门为 RWA 借贷优化设计的。目前测试网已经上线了，名字叫做 Poseidon， 主网也很快就会发布了。还有一个特别的亮点就是 Pod，Clearpool 推出的 RWA ETF 产品池。通过这个产品，用户可以像买 ETF 一样获得一篮子 RWA 资产的敞口，但操作又保留了 DeFi 的灵活性。而且 Clearpool 呢还拿下了新加坡金管局 MAS 颁发的 MPI 执照。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让 Clearpool 成为少数获得监管的项目之一，也等于是让传统金融资金搭建好了一条安全的通关进入 DeFi 的世界。我刚刚提到 RWA 市场预计到2030年会达到30万亿美元，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项目其实刚刚才起步，而且 Clearpool 明显是准备好
抢占这个赛道的头部位置。他们已经完成了超过1亿美金的私募信贷交易，合作对象包括 BlackRock 背后的 Mountain USDM， 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合作 ，Clearpool 是第一个与 Jane Street 达成5000万美元协议的协议项目。要知道 Jane Street 可是传统金融圈非常有分量的机构，这种合作本身就是对 Clearpool 模式的极大肯定。总结一下 ，Clearpool 呢拥有清晰的监管路径，不断增长的机构兴趣，还有一个强大的 DeFi 信用系统。现在的 Clearpool 可能还算是被低估的隐藏宝石，但是未来有没有机会发光，就要看你能不能够抓住这一点了。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二个项目，也是目前 RWA 板块里的领头羊之一 Ondo Finance， 它主打的是美债代币化和可产生收益的稳定币。这两种资产类型对机构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且 Ondo 在过去几个月的成长可以说是爆炸式的。它在2024年的12月份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为什么它可以涨这么凶呢？因为 Ondo 给了机构一个安全参与代币化资产的方式，不是那一种高风险的炒作项目，而是一步一步的把传统金融的东西带进链上。虽然 Ondo 已经是 RWA 领域的老大哥之一了，但是我们认为它其实更像是那一种你可以长期持有的项目。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机构背景太强了。你可能听过 BlackRock， 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它就支持 Ondo。除此以外， Google、Master、Ripple 都跟 Ondo 有合作，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叫做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WLFI。 那这家机构跟川普家族是有关系的，他们甚至直接投资了 Ondo。 说真的，这些机构不是随便投资项目的，他们的投资眼光一定是非常准确的。能够投资这种等级的背书，基本可以证明 Ondo 是完整的，不是短期炒作。那目前 RWA 市场正在疯狂扩张，而 Ondo 就站在这个浪潮的中心。举个数据给你感受一下，美债代币化市场的总价值已经突破了40亿美金，而 Ondo 的产品就是这波增长背后的推动力之一。除此以外呢， Ondo 的 TVL 也突破了10亿美金，这就是市场对代币化资产越来越感兴趣的体现。它现在最热门的两个产品，一个就是 OUSG， 面向机构的美债代币，上个月1个月内的 TVL 增长了 1.65 亿美金，涨幅超过 60%。 第二就是 USDY， 可产生收益的稳定币， TVL 增长了2100万美金，涨幅超过 50%。 这些数据都说明了 Ondo 并不是那种热一下就没有的项目，它是真正有需求、有价值在慢慢累积的。再来看一些新的动态，他们最近推出了2个重磅的功能 Ondo Nexus， 让美债代币实现即时流动性，也就是可以更容易买卖兑换，提高了整个资产的可用性。第二 Ondo Chain， 专门为 RWA 打造的 Layer 1区块链，这个就非常有野心了，说明 Ondo 想要打造一个完整的生态，而不是只是一个产品。那说实话，像我们这种研究者，很多人都在想，早知道买点 Ondo。 那现在比去年的12月的高点回调了超过 60%， 考虑到整个赛道未来的5年还会暴涨几十倍的空间，那现在这个价格说不定是一个不错的入场点，未来要涨到4美金甚至更高也是有可能的。那如果你想要找一个真正有机构支持、有实际应用又有长期潜力的 RWA 项目， Ondo 肯定是你的首选之一。那现在我们来聊今天第3个潜力的项目 Plum。 那这个项目做的事情可以说是目前大多数 RWA 项目都没人敢做的。它正在打造首个专注于现实世界资产 RWA 的 Layer 1公链。大多数的 RWA 项目目前还是搭建在以太坊或者其他的通用链上的，比如 Polygon、Avalanche 这些。但是 Plum 走的是另一条路线，它选择从头搭建自己的区块链，目标非常明确，为合规性、扩展性以及跨链兼容性量身定做，效果也非常明显。目前已经有超过180个项目在 Plum 上构建，那这个生态增长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它背后有不少的大金主，比如 Braven Howard、Han Ventures 还有 Galaxy Digital 等等的，都是传统金融和 Web3 的重量级玩家。那另一个优势是 Plum 是美国本土的项目，
这一点很关键，尤其是现在美国对加密越来越友好了，像川普最近频繁的态度支持加密行业，这种政策倾斜很有可能会带来更多机构投资者，特别是针对那一些合规明确、基础设施完善的美国项目。再来说说它的技术布局和合作发展。Plum Skylink 这个功能可以让 RWA 跨链整合，目前已经支持超过18条链，包括 Solana 和 Injective， 也就是说 Plum 能够把你的收益无缝的分发到不同的区块链上，这是很多项目做不到的跨链收益分发的能力。Plum 还和 AGI XBT 合作，引入 AI 来打造智能 RWA Agent， 并跟 Stobox 公司合作来加强资产的代币化效率。最近他还获得了一个特别的投资方 Easy Labs， 这个名字你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它其实就是 Binance Labs 的新品牌名字，也就是说它是来自币安生态的钱。币安创办人 CZ 本人也转发了这一笔投资的消息，并且配文 Invest in the Industry， 这无疑就是对 Plum 的强力认可。总结一下， Plum 有明确的定位，有强力的背景，有真实的生态，有跨链的技术，有 AI 的整合，还有美国市场的监管优势。总的来看，现在可能是一个不错的观察，甚至是布局点。那来到今天最后一个项目 Mantra， 虽然是排在第4个，但是绝对不是最不重要的，反而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RWA 强势项目。首先从市值来看， Mantra 是目前市值最大的 RWA 项目之一，虽然它最近因为空投的机制引发了一些争议，但是如果我们站在长期的市值角度来看，它的潜力完全不要小看它。那 Mantra 的核心目标很明确，是把现实世界资产带上区块链，它的平台是合规、机构友好的，可以让资产顺利代币化。而和其他只服务机构的大项目不一样， Mantra 同时也是面向普通散户的，这就让它的受众群更广，用户基础更丰富。还有一点很重要， Mantra 自己有一条专为 RWA 打造的 Layer 1区块链，这意味着什么呢？有更好的安全性、更高的扩展性和运行效率，也代表着 Mantra 在资产代币化的基础设施上已经走得比别人远了。然后我们来讲讲它的代币表现。其实 OM 的价格走势比很多热门的项目还要强，比如 Ondo， 过去的一段时间 OM 的表现就胜过它了。所以如果你是早期进场的 holder， 那真的是很赚钱了。而从现在往未来看， OM 依然有很强的吸引力。如果你想要参与 RWA 市场，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时间点。虽然这一些项目包括 OM 内在短期内有一点的价格波动，这是没有办法的，市场就是这样的，一天涨一天跌，周线、月线都可能在调整。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这个领域接下来的增长不是翻倍这种小目标，而是直接10倍、100倍甚至是1000倍的潜力空间。很多分析师甚至是说到 RWA 市场在未来的5年内可能增长1000倍。所以我想要说的是，现在看到这些币开始在下跌，其实反而是我们这一类长期看趋势的人眼中最好的入场机会。